前辈，我们刚刚是合作，怎么能说欠恩情？至少咱俩是两清的，谁也不欠谁。楚风说道。这个我说的算，我说欠便是欠，你这小鬼少和我掰扯。小鬼，别和女人讲道理，听到没？夏星辰威胁的语气。可楚风且丝毫不惧。行了，你也别墨迹了，给我看看你的手腕。说话间便又抓住了夏星辰手腕，他想看看能不能帮夏星辰将这个威胁弄出来。你能弄出来吗？夏星辰也看穿了楚风的意图。我现在的修为还不够。楚风一番观察后得出结论，此物的确棘手，换做其他人，除非绝对的实力，否则根本无法弄出来。但因为此物乃是自己父亲认主之物，自己沾了父亲血脉的光，就算没有绝对压制的修为，也可以弄出来，可至少也要真神境才行。现在是做不到的，要不把你父亲叫过来。夏星辰道。前辈，这次真不骗你，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楚风道。也对，你父亲应该不在你身边，不然怎么会看着你被欺负？夏星辰笑了笑，旋即将自己的手从楚风手中抽回。不过也无碍，这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不算危险，只要你父亲不害我，他便不会伤我。夏星辰道。前辈，我父亲见你的时候多大？适合修为？楚风好奇地问道。怎么什么都问我？回头见到你父亲，问你父亲不就得了？你该不会和你父亲不熟吧？夏星辰问。我的确很少见到我父亲。楚风道。难怪这么好奇，其实我也挺好奇你父亲现在的修为的，但你一定不知道吧？夏星辰问。确实。楚风露出尴尬的笑容。你父亲心够大的，这么优秀的儿子居然都不带在身边。夏星辰则是有些埋怨。我父亲有他的想法。楚风说道。他都不护着你，你倒是护着他，看得出来不仅讲义气，还挺孝顺。夏星辰看着楚风露出笑容，他是爱笑之人，但此时看楚风的笑容则与刚认识楚风时的笑容不同。前辈，那你为何离开苍穹仙宗？楚风问。怎么好奇完我和你父亲的关系，便又好奇起我了？夏星辰道。这不是关心您吗？咱们怎么也算生死之交吧，不过前辈不想说，我绝对不勉强。楚风说道。其实没啥，苍穹仙宗那老头看上我了，不是说神之时代小辈至关重要吗？但他的后代一个比一个废，于是便想让我给他生娃，生个天赋好的。我拒绝，便逃出来了。至于我们修炼的苍穹仙法并非完整的，其实也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只要我嫁给他，他便传授我完整的苍穹仙法。夏星辰道。前辈所说的老头是苍穹仙宗宗主。楚风问。除了他谁敢？夏星辰道。也对，前辈放心，我绝对保密。不过前辈连苍穹仙宗宗主都看不上，莫非也有心上人了？楚风说道。没有，我这辈子还没遇到过能让我心动的人。不会吧？前辈没遇到过心动的人？楚风问。这不是很正常？难道你遇到过？夏星辰问。遇到过啊。楚风道。尊都假都，你一个小屁孩遇到过？夏星辰有些意外。我也不小了，若是没有修炼，也算小老头了。普通人在我这个年纪，孩子都好几个了，成亲早的可能都当爷爷了。楚风道。好像也有道理。虽说修武世界你是小屁孩，但没有修武的普通人只有几十岁寿命，按照他们的逻辑，你的确也不小了。那你说说，心动是什么感觉？夏星辰问。若一个人能让我心动，那于我眼中他将变得很特别，看到他便会开心，想到他也会开心，想到他以及与他经历之事都会不自觉的笑，见不到的时候会想他，很想见他，恨不得时刻在一起，若是分开会很不舍，那种不舍心里和鼻子都会酸酸的，与朋友的分别全然不同。楚风说道。这便是心动。夏星辰问。只有心动的人才能让我如此吧？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楚风道。那我确实没遇到过心动的人。夏星辰道。前辈如此优秀，择偶标准高也正常，但别慌，总会遇到的。楚风道。慌个屁，我根本不稀罕。夏星辰道。旋即想到什么，便拉着楚风向外走去，先离开这里再闲聊。夏星辰说话间便带着楚风离开了这里。离开食店后，夏星辰看向楚风。有想去的地方吗？没有的话不如跟着我。前辈要去了？楚风问。不知道，总算自由了，到处溜达溜达，随心所欲，没有准确的目的地。夏星辰道。晚辈还有事，以后有机会再陪前辈溜达。楚风道。你父亲又不在你身边，你如今得罪了苍穹仙宗，跟着我安全点。夏星辰道。他们会通缉我吗？楚风问。碍于面子，也许不会吧，但多半会暗中追杀。夏星辰道。无碍，我是从小被追杀到大的，没人追杀我，我还不习惯。楚风道。你这小鬼是真的拼，既然如此，那便再次告别。夏星辰问。后会有期。楚风抱拳说道。再会。夏星辰说话间便御空而起，离开了此地，十分潇洒。他速度很快，转眼间便与楚风拉开了很远的距离。可忽然他停下来，怎么回事？这种酸酸的感觉，夏星辰目光闪烁，感觉匪夷所思，还以为是负伤了，于是赶忙停下，服用丹药，布置阵法，可没用，他的心还是被那酸酸的感觉围绕，很不舒服，就像是很重要的东西丢了，让他不舍，让他情绪十分低落。但他明明一切顺利，不仅离开苍穹仙宗，如今还掌握了真正的苍穹仙法，哪怕真神境也可提升3品修为，本该大喜才对。不解之际，他下意识的回头看向了先前与楚风分别的方向，回想起刚刚的经历，低落的情绪总算缓和，甚至嘴角也不由微微翘起。于是就这样，他注视了好一会，忽然他才神色大变，目露金色。不会吧，我难道……至于楚风，假装离开，但很快又回到了食店。楚风必须回到9天密的，完成入府试炼。他来到那巨门之前，虽然这道巨门
与9天密的神秘巨门全然不同。可当楚风布置开启神秘巨门的阵法后，这道巨门也是有了反应。楚风猜对了，这的确是传送阵法。阵法顺利开启，楚风又进入了那快到不可思议的传送隧道。1个时辰之后，楚风终于从传送隧道走出，只是楚风并没有回到神秘巨门所在的位置，他进入了一片古老的丛林之中。这片丛林内的一切花草树木都闪着不同的光芒，美轮美奂，宛如梦境。但最吸引楚风的却是3座石碑，3座石碑皆是高度通天，宛如3道天梯，立于天地之间。1道石碑已经碎裂，满是裂痕，根本看不到上面的内容。第3道石碑顶端写着主宰石碑4个大字，但下方却是空白的。第2道石碑顶端同样写着主宰石碑4个大字，不过在下方则是有着名字，总共6个人的名字。第1个秦九，主宰石碑共3块，第1块碎裂，第3块空白，唯有第2块写着名字。第1个秦九，第2个名字是模糊的，此人好像有意隐藏自己身份。第3个宋书安，第4个与第2个一样，同样模糊了自己的名字。第5个霸9天，第6个钟离八荒。除了模糊名字的那2位外，其他4人的名字虽然笔的痕迹是相近的，但笔锋各不相同，说明多半是自己提名的。楚风御空而起，想要近距离观察，却发现有一重无形结界守护着这第2道主宰石碑。楚风无法靠近。第1道主宰石碑同样有结界，但近距离之下，哪怕石碑碎裂，楚风倒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第1道主宰石碑上面也有名字，并且名字很多，足有900多个。尽管主宰石碑很大，可因名字的字体也较大，所以第1道主宰石碑几乎被填满了名字，只是因为碎裂严重，无法判断那些名字究竟是什么。若是这3块主宰石碑分别代表着太古、远古以及当今3个时代，那太古时期的强者也未免太多了吧？还是说写上名字并不是考验实力，而有其他方式？楚风若有所思间，来到了第3块主宰石碑。第3块石碑也有无形的守护结界，但这个结界楚风可以穿越过去，这结界似乎限制的是不同时期的人。看来我猜对了，这3块石碑应该就是代表着太古、远古与当代。楚风觉得这块石碑的守护结界之所以能够无视，是因为这守护结界不是防着他的，而是防着其他时代之人的。可就在楚风想近距离观察主宰石碑之时，只听轰的一声，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随后楚风便从高空跌落，很快落入地面。强大的冲击力硬生生在地面砸出一道深坑，可那压力仍在冲击着楚风，哪怕楚风已在深坑之中，可身下的土地仍在逐渐塌陷。很强，非常强的威压，但却又不是寻常的威压。楚风努力起身，回头观望，这才发现虚空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根巨大的毛笔。这毛笔造型奇特，长度有1000米，但却头大为小，是一个锥形，笔头与笔斗最粗壮，笔杆衔接笔斗处也很粗，宽度仍近100米，但笔杆很长，且笔杆越是靠近尾端便越细，最尾端也就是最细的地方竟与正常毛笔相差不多。哪怕楚风与此笔的体积天差的别，可却也能用手正常握住此笔尾端。这造型奇特的毛笔金灿灿的悬于虚空之上，宛如明日落入凡间，一看就是无上至宝，而它乃太古之物。看到这毛笔的那一刻，楚风明明被压得在地上动弹不得，可却仍是面露狂喜。那毛笔的大小与远古时期主宰石碑上那些人留下的笔迹几乎相同，以往的经验让楚风觉得，只要能够征服这根巨大的毛笔，也许自己将有资格在主宰石碑上留名。这么小的娃娃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就在此时，竟有女子的声音自那笔内传来，那声音非常的成熟稳重，但同时又很温柔，十分悦耳好听，甚至明明第一次听，且那笔正压迫着自己的，但听到那声音，楚风竟有一种安心感。前辈晚辈要如何才能在主宰石碑上面留名？是否抗住这威压？楚风赶忙问道。小娃娃，只抗住本神这威压可是不行，你需要能够握住此笔才行。那女子的声音再度传来，多谢前辈指点。楚风此话说完，则是身子一转，躺在地上不动了，不仅不动了，还闭上了眼睛。小娃娃，你若支撑不住，可以说话，本神愿放你离开，但你若是求饶，也将丧失资格。笔内的女子声音再度传来，楚风没有说话，直到过了半个时辰，楚风这才睁开眼眸。见楚风睁开眼眸，笔内女子声音才再度响起，行了，要放弃吗？前辈，晚辈没睡啊。楚风道，那你在做什么？女子问。晚辈适应一下前辈的威压。楚风道。女子似是来了兴趣，不由问道，那适应的如何？楚风微微一笑，不如前辈自己评判。楚风此话一出，便一跃而起，扛着那威压直冲天际。尽管速度不如以往，可在那威压之下能有如此速度，已是十分骇人。你这小娃娃，就连那女子的语气也蕴含惊异，显然她也没有想到，短短半个时辰时间，楚风适应到了这种地步。而此时楚风已是来到那根毛笔的尾端，并且伸手便想抓向毛笔。小娃娃，本神劝你等一下，威压只是初试，而与此笔触碰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考验。笔内女子说道。多谢前辈提点，晚辈已准备好了。楚风说话间便直接伸手握住了那笔的尾端，什么都没发生，楚风就这样握住了。前辈，真正的考验何时到？楚风问。女子沉默片刻，才道，直接提名吧。多谢前辈。见状，楚风大喜，旋即手提毛笔，御空而起，来到主宰石碑最上方，挥动这根长达1000米的毛笔，将自己的名字楚风2字留在了主宰石碑之上。因为这石碑本是空白，所以当楚风2字落笔之时，显得十分醒目。而当楚风2字写完那一刻，天地震荡，
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自石碑释放，旋即涌入自己体内。楚风猜对了，这9天密的果然是一个强大的传送阵，只是与其他传送阵不同的是，这9天密地分别连接着9道天河，可在短时间内便于9天之间穿梭，是真正的翱翔9天之上。这是一座超乎想象、强大到无可匹敌的传送大阵，而楚风现在已经拥有了推动这座传送大阵的本事。只见楚风面对主宰石碑，旋即捏动法诀，刹那间以主宰石碑为中心的周围大地震荡，随后有8道大门自大地升起。这8道大门皆是高达10万米，其形态与之前楚风所见到的那道神秘巨门非常之像，唯一的区别是楚风之前见到的那道神秘巨门乃是破损的，而这8道大门则是崭新的。虽然大门没有名字，可因楚风已经掌握9天密地，因此能够感觉到这8道大门分别代表着祖武、九魂、图腾、仙海、七剑、神体、苍穹、血脉这8道天河。不对，缺了一道。但很快楚风目光变化，缺了一道大门，而楚风觉得缺的那道大门很可能便是横卧在大地之上楚风最先见到的神秘巨门，而那道大门便是通往第9道天河，也就是太古神域的那道门。前辈，楚风不解之际看向手中握着的那支笔，然而只见光芒闪烁，手中的那支笔竟消失不见了。前辈，前辈！楚风四下张望，连续呼唤，但却没有回应，看来是什么都不想与我透露啊。楚风能够分辨得出，刚刚那支笔是具有灵智的，而并非阵法所化，此时消失只是不想与楚风交谈罢了。于是楚风也不再呼唤，而是捏动法诀，随后仔细观察主宰石碑与那8道通天巨门。他想观察出更多东西，而楚风不知道的是，那支笔其实并未消失，只是转移了。此时那支笔就在楚风的身后不远处，并且那支笔已经缩小了，缩小到了只有1.5米的高度。而在那支笔的旁边还站着一名女子，女子身穿金色长裙，长裙造型相对普通，但却极为精致，尽显气质。尽管长裙包裹得严严实实，却也能看出女子身材极好，而她脸上则是戴着金色面纱，虽因面纱遮挡看不到脸庞，可那双眼眸却很特别，她竟拥有着紫蓝金3种颜色的眼眸，这眼眸已经不只是美了，非常的神秘，仿佛蕴藏着难以估算的力量，给人一种高不可攀、只能仰望之感。这根本就不像是人所拥有的眼睛，仿佛来自神明。此女自称本神，的确有这个资格。她探手一抓，将那支笔抓入了手中。刚刚为何不考验她？女子问，而她的声音竟与先前那支笔内传来的声音相同，很郁，好听，也很温柔。主人，我考验了，但没有效果。这个小东西体内的结界血脉有些诡异，我的力量融入其中，直接被其吸收了，所以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就像没事人一样。那支笔内传来声音，但这一次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原来这支笔另有本体，但这支笔刚刚并未与楚风交谈，乃是女子借助这支笔来与楚风交谈罢了。什么血脉能够让你的考验无效？女子说话间便再度看向楚风，只不过此时她那拥有3色的眼眸开始快速旋转。这一刻，一道仿佛能够看穿一切的目光自己女子眼眸射出，落在楚风身上。很快眼眸停止转动，但女子眼眸之中却有金色浮现，竟是王之血脉。女子道，王之血脉，这个时代竟有人拥有王之血脉。那支笔也表示诧异，当今时代早已落寞才对，为何会有王之血脉出现？女子同样诧异。而就在此时，楚风则是转过身来，看向女子所在的方向，且恭敬地施以一礼。前辈，您没走吧？我知道您刚刚在观察晚辈，前辈能否告知晚辈，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被破坏过吧？是人为还是其他原因？楚风接连问道。听闻此话，女子眼中金色更浓。不是吧？她这个修为竟能感受到主人3界神眸的观察。那支笔则是直接开口，只不过这支笔与这女子的对话，楚风是听不到的。实际上楚风也看不到他们，但刚刚楚风的确感受到了女子的目光，虽然很隐晦，但楚风还是察觉到了，并且也是刚刚才确定，那就是女子在观察自己的。既然前辈不愿透露，那晚辈也不勉强。晚辈告辞了。楚风见对方没有回应，手中法诀变换，而这个法诀出现后，一股传送之力包裹楚风，楚风便消失不见。主人，他是真的发现你了，还是瞎蒙的啊？那支笔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女子没有回答，但却道，王之血脉，他有这个资格。刚刚的法诀便是楚风在主宰石碑上留名之后所获得的力量。如今在这9天密的内，很多地方楚风是能够瞬息传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是楚风都传送不了的。楚风掌握了部分9天密的力量，但并未掌握全部。但是好在那神秘巨门所在的位置是楚风可以传送的范围。此刻楚风出现在了神秘巨门之上，而复兴还在这里等候。楚风，你没事吧？复兴发现了楚风，立刻询问道。没事。楚风道。你刚刚去哪了？复兴问。被传送到了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才出来了。我猜测这9天密的应该是一个传送阵。楚风对复兴说道。他没有选择说实话，不是不相信复兴，而是有些秘密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这与关系好坏没关系，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关于9天密地，楚风觉得非同小可，所以这个秘密楚风暂时不想告诉任何人。传送阵9天密的只是传送阵，复兴感到诧异，因为传送阵到处都是，9天密的如此大的名声，隐藏的秘密若只是传送阵，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不是简单的传送阵。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只是猜测，这里好像被人破坏了。楚风说话间便仔细打量神秘巨门，虽然楚风通过这道门进入苍穹天河，但楚风猜测这道门真正可以通往的不止苍穹天河，而是第9道天河。
也就是太古神域，因为楚风能感觉到九天密地在每个天河都有多道传送阵，而其中第9道天河的传送阵数量最多。可是楚风虽能感受到那些传送阵的存在，但却无法开启传送隧道，所有传送隧道都被关闭了。至于其他8道天河的传送隧道，虽源自太古时期，但却有修复痕迹，所以楚风猜测九天密地被人破坏过，而第9道天河的传送隧道被破坏的最为严重，所以才会关闭。正常来说，只要有传送阵法，又建立了传送隧道，那就不会是单向的，而是互通。九天密地与第9道天河链接的传送隧道被破坏，第9道天河的人便无法通过九天密地的传送阵传送出来，这很可能也是如今第9道天河只能进不能出的原因之一。而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自然灾害，但也有可能是人为。若是人为，那必然有所阴谋，可偏偏楚风觉得人为的可能性更大。楚风有观察出什么吗？傅兴问道。没有，很难确定。楚风道。你身上的印记呢？隐藏了吗？傅兴又问。是。楚风说话间，意念转动，印记便浮现而出。楚风之前觉得自己可能到达了苍穹天河，于是便将印记隐藏了，就是不想让人发现他与九天密的有关，所以哪怕之前赤着身子，夏星辰也没发现楚风身上有印记，似乎该离开了。将印记恢复后，楚风也是略感遗憾。楚风如今虽掌握了九天密的部分力量，但对九天密的了解也是有限。就比如这印记，虽然楚风能够隐藏，但印记的时效却不是楚风能够掌控的，而这印记又是楚风证明自己此次试炼表现的根本。他们必须在印记消散前离开这里，去向七界圣府证明自己的表现。但现在离开，也就代表着暂时不能继续探索九天密的了。不过遗憾的是，未能完全了解更多关于九天密的事，但也仅此而已。毕竟楚风如今已经知道这九天密的分布于各个天河的传送门所在的大概位置，虽不知准确位置，但只要知道大概，也都是能够找到的。所以楚风随时都能回到这里，甚至以后要跑长途，楚风完全可以通过九天密的赶路。距离较远的地方，哪怕那些天河之主以及顶尖高手有能够提速的宝物，却也要10几日甚至几10日的路程。而楚风只要能够进入九天密地，便只要1个时辰就能跨越天河，甚至若是距离相邻的天河，速度可能更快。于是楚风看向复兴，七界圣府让我们踏入此地，不是简单的试炼，也是想利用我们。我们出去之后，必然会对我们进行询问，若回答稍有不符合他们预期，莫说得不到宝物，多半会性命不保。那我们要如何回答？复兴问。我拿走了紫魔匕首这件事，自然不能说。就说我们来到祭坛的时候，紫魔匕首已经不见了，可能是被祭坛吞噬了，而我则是重新布置了封印结界，才封印住了祭坛。至于击败那位的经过，也要有所篡改，不能提及你的那把兵器。随后，楚风描述了一个较为合理且不会被七界圣府怀疑的篡改后的经过，这些我记下了。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复兴又问。不要说我进入过这道神秘巨门，但可以说我们发现此门不简单，但不知该如何开启此门。至于其他的，便无需隐瞒，实话实说即可。楚风道。懂了。复兴明白楚风的意思，七界圣府必然对九天密的也有所了解。楚风与复兴能够走到这一步，说什么都没有发现，七界圣府反而不会信。除了不能说的秘密，与其故意隐瞒，还不如实话实说的好。二人商量好之后，便向外走去。此时，那被七色雾气覆盖的神秘之地，那身穿黑色铠甲却是10岁孩童声音的男子，依旧站在悬崖边上。大人，楚风从星门内回来了。黑甲男子向悬崖深处禀告，声音依旧稚嫩，就如真正的孩童一般。传送回来了，他可有说什么？悬崖深处传来庞然大物的声音，与复兴倒是有所交谈，说他被传送到了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才出来，还说他猜测九天密地是传送阵，只是可能被人破坏了。至于其他的，便是离开这里之后应付七界圣府的说辞，与我九天密的本身无关。他要离开了吗？庞然大物问。是，他们来到这里是那七界圣府组织的试炼，这试炼以印记强弱定结果，而印记快消失了。黑甲男子道。原来如此。庞然大物道。大人，属下有一事不解，楚风既能开启星门，应该就有资格进入主宰之地，为何又对九天密的只有猜测而无法确定？是未能在主宰石碑留名吗？黑甲男子问。以楚风的天赋，正常来说是绝对可以在主宰石碑留名的，只可惜第9道天河的主星门被毁坏彻底，其他8道天河的主星门也被牵连，导致主宰石碑也出现破损。不然的话，楚风就是这个时代第一个在主宰石碑留名之人。庞然大物的语气之中略带遗憾。但神猫大人不是一直在修复星门与主宰石碑吗？究竟要多久才能修复好？该不会真的永远无法修复好了吧？黑甲男子声音虽稚嫩，但却尽显担忧。他很关心这九天密的未来。那个丫头就只是长了一双3界神眸罢了，能指望她若是修复好了，楚风都已经进入主宰之地了，又岂会无法留名？提及此事，庞然大物略带怨言。喂，干什么？为什么背后说我家主人坏话？可就在此时，一道小女孩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只见一个12岁模样的小女孩就站在不远处的悬崖上，她身穿金色长裙，扎着长长的双马尾，十分可爱，但眼下却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瞪着黑甲男子。见到双马尾小女孩，黑甲男子顿时一惊，赶忙抱拳施礼，拜见比神大人。去，现在叫比神大人了，先前怎么质疑我家主人的？但小女孩却不依不饶，挽起袖子，握紧拳头，气呼呼地向黑甲男子走去。见状，气息在真龙之上的黑甲男子竟有些害怕。可突然，小女孩周身金光闪烁，随后身形变化，化作一支毛笔，而那毛笔正是先前楚风所持在主宰石碑留名的那支笔。化作笔后，
便倒飞而去，最终落入了一只雪白的手掌之中，是那名神谋女子。神谋女子将小女孩化作笔后，又将其放在了身后，可那支笔却是一阵剧烈摇晃。哼，若不是我家主人拦着我，我必然狠狠掌你的嘴，臭黑魂！虽化作了笔，但小女孩依旧能够说话，而黑甲男子则是一脸委屈，心中暗道：难听的话也不是我说的啊，怎么只对我发火？但这委屈他不敢说，因为那名神谋女子更厉害，所以黑甲男子早已跪在地上，对其施以跪拜大礼，拜见灵神大人。就连悬崖深处的庞然大物，在这神谋女子吹案后，也是立刻转换口吻。虽然说话之时虚空震荡，可他却是笑嘻嘻的。灵神大人，大驾光临，稀客呀！妖神前辈不必如此客气。另外主宰石碑以及除第9道天河外的8道星门都已修好了。神谋女子道：修复好了，那为何楚风没能在主宰石碑留名？庞然大物表示不解：前辈怎知楚风未能留名？神谋女子反问：这样说来，楚风留名了？庞然大物问。神谋女子微微点头。那楚风怎么一副无法确定的口吻？那小子是不想与同伴说实话，够狡猾的呀！庞然大物感叹，旋即问道：灵神这么多年没有来本神这里，如今来到，就是想告诉本神这个消息。当年之事破坏了9天秘的阵法根基，为保住9天秘的，不得不改变大阵，各自为营。妖神前辈感受不到主宰之地的变化，我也感受不到主宰之地外的事情。我今日来此，的确是想告诉妖神前辈，当代主宰石碑已有人留下名字，顺便也想向妖神前辈打探一下关于那楚风的事情。神谋女子说道：灵神啊，你也知道，本神于此地还是负责镇压这些东西，年岁大了，身体不如从前，镇压起来也是越发费力，不能分身。考核都是黑魂做的，若不介意，就让黑魂为你讲述吧。庞然大物道：当然可以。神谋女子看向黑甲男子，随后黑甲男子便为神谋女子讲述了经过。得知经过，神谋女子没有说话，而是若有所思。怎样？灵神对这个叫楚风的后生是何评价？庞然大物问。妖神前辈可有评价？神谋女子问。秦9之上。庞然大物道：竟如此之高。神谋女子叹：那你的评价呢？庞然大物问。秦9之上，亦无不可。神谋女子道：想不到那个后生竟也能得到灵神这么高的评价。既然如此，要不要趁他还未离开，见他一面？庞然大物问。不急，再多观察一番。神谋女子道：因9天秘的遭到破坏，将踏入主宰之地非常之难。若非此子天赋力奥德，引起第9道天河主星门的共鸣，恐怕就算灵神你修好了另外8道主星门，他也无法踏入主宰之地，更别说在主宰石碑留名了。庞然大物道：妖神前辈，我明白你的心情，楚风的确是难得的好苗子，可妖神前辈不要忘了，当年若不是急着将太古之事告诉远古时期那2位，便也不会为9天秘的引来灾祸。神谋女子道：听闻此话，庞然大物沉默了片刻之后，才无奈的道：那便再多观察观察吧。听到庞然大物那无奈的声音，神谋女子神情也有所变化。妖神前辈，您当年的伤还好吗？语气略带关切。都多少年了，本神没那么废物，早就好了。对于这个问题，庞然大物有些不悦，甚至反讽的问道：难道灵神的伤还未痊愈？的确没有痊愈。神谋女子道：听闻此话。庞然大物则是沉默了。显然神谋女子这个回答是他没有想到的。妖神前辈，如今9天秘的不复当年，就算修复也有所欠缺，况且楚风乃是特例，除他之外，怕是也无人能够再进入主宰之地。9天秘的已无需这么强的力量支撑，不如将太古界元兽除掉一些，也好减轻妖神前辈你的负担。神谋女子道：这些东西虽然凶恶，但却都是无价之宝，除掉岂不浪费？本神就算老了，也能镇压他们。不过还是多谢灵神的关心了。庞然大物此时的语气柔和了许多。如果说最开始的客气是装的，那么此时的柔和则是发自肺腑。那便好。神谋女子双指一捏，一道金色符纸浮现，随后飘向黑甲男子。黑魂，若有需要，捏动此符。话罢，神谋女子便离开了此地，而黑甲男子则是看了看手中的符纸，旋即望向悬崖深处。大人，灵神大人，他应该已经不再计较当年的事了吧？计较又如何？不计较又如何？本神至今也不觉得本神当年的决定是错误的。庞然大物道：那大人觉得楚风他会不一样吗？黑甲男子又问：你如何看？庞然大物问：回大人，只通过考核来看，楚风有勇有谋，能力不凡，他这个年纪当属第一。至于人品，被其视为朋友之人，他很讲义气，但他看不惯的人也绝不心慈手软。行事风格虽然极端，但做事果断，具备成为大人物的特质。黑甲男子道：日久见人心，反正他还会再来，多观察观察。庞然大物道：此时楚风与复兴已经走出了9天秘的，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已是在9天秘的所在山脉的另外一侧。回头观望，他们走出的大门与9天秘的入口的大门很像，宽度不过30米，高度却有万米，宛如一柄特殊的长剑，立于山脉之间。但这道门只能出不能进。楚风看着此门，感慨万分。9天秘的，在他来到之前，没人知道他的秘密，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知道了。这9天秘地对于其他人而言依旧是未解之谜，可对楚风而言，这可能是他以后经常踏入的地方。尽管无论是出口还是入口，都有7界圣府的人把守，且布下了结界阵法，但他们布下的阵法根本拦不住楚风，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楚风才是9天秘的人。楚风根本无需通过入口踏入，只要在9天秘的范围之内捏动法诀，楚风将会被直接传送到9天秘的之内。不只是他甚至可以带其他人进去。但楚风此行的收获可不止9天秘的那意外收获，太古冥想法同样非同小可，甚至于现在而言，太古冥想法对楚风的帮助会更大。快看，
楚风少侠身上的印记伴随阵阵惊呼响彻，数道身影也是自远处的宫殿飞掠而来，那都是通过九天秘的试炼之人，有被楚风庇护的人，也有没有通过楚风庇护但通过试炼之人。不只是他们，发现楚风与复兴后，就连七界圣府的人也是纷纷露面，且面露惊讶。毕竟楚风与复兴此时身上不仅有紫色印记，还有黑色印记。黑色印记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存在，尤其是在紫色印记与黑色印记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黑色印记的气息明显远强于紫色印记，这足以证明楚风与复兴在九天秘地内的经历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很快，一道身影浮现，乃是七界圣府的镇府长老。恭喜两位小友通过我七界圣府的入府试炼，不过按照规矩，我们还要再等候一段时间，待其他小友通过试炼，再一同返回七界圣府。两位小友先请入殿休息吧。镇府长老此话说完，便分别有两位七界圣府的长老落在了楚风与复兴身旁。他们带着楚风与复兴来到了那临时打造的宫殿群内休息，但不出楚风所料，楚风与复兴被分开了，被安置在了不同的宫殿之中。看来此次入府试炼的第一名就在他们二人之中了吧？果然不一样，咱们都是10个人一个宫殿休息，只有他们2个单独一座宫殿。不明真相的众人还面带羡慕，但楚风与复兴都知道七界圣府为何让他们分开。果然，楚风进入宫殿没多久，门外便响起一道老者的声音：“楚风小友，老夫方便进来吗？”这个声音并非镇府长老，但楚风知道他是谁，乃是清河长老。这位清河长老与镇府长老一样，都是七界圣府的圣级长老。当日在楚风割稻子的时候，就是清河长老是与镇府长老一同现身，为楚风主持公道，而后询问楚风对圣级宝物有何倾向的。说实话，抛开七界圣府的恩怨不谈，楚风无论是对镇府长老还是清河长老印象都不错。于是楚风主动开门，看到清河长老站在门外，也是施以一礼：“晚辈拜见清河长老。”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无需多礼。清河长老笑了笑，旋即便走了进来。楚风也是懂事的将门关上。清河长老已经入座，且对楚风挥了挥手：“楚风小友，你也坐，没有外人，不必拘束。”楚风先是为清河长老斟茶，随后才坐了下来。之后，清河长老先是与楚风闲聊几句，随后便开始询问起关于九天秘的经历，无非就是想知道楚风到底经历了什么，也想收集关于九天秘的他们不知道的消息。楚风便按照之前计划的进行了回答。在楚风回答之时，清河长老一直盯着楚风，虽然有故意隐藏，可楚风还是感觉到清河长老在用特殊的观察之法观察自己，就是想寻找破绽，看楚风是否有说谎。但楚风几乎没有破绽的回答了清河长老的每个问题。而一番询问后，清河长老便起身准备离开，只不过来到门口时，却忽然止步看向楚风：“楚风小友，我七界圣府不收没用之人，这试炼虽残酷，但却也是必须要进行的。而你天赋非凡，只要你真心加入我七界圣府，我七界圣府定不负你。”他这番话是希望楚风不要对七界圣府有不好的印象，但同时也基本宣布楚风能够加入七界圣府。随后，清河长老便离开了。离开之后，清河长老来到了高空之上，没多久，镇府长老便也来了。问完了，清河长老问：“你呢？”镇府长老问：“没问完，我来这里做什么？”清河长老道：“也对，来，我们对一下，看看这2个天才后辈说的可有出入。”镇府长老道。楚风送走清河长老，便关上殿门，走入大殿深处，盘膝坐下。他丝毫不担心七界圣府的人会察觉到不对，他相信复兴还是有能够瞒住七界圣府的本领的，所以楚风现在可以安心修炼。别看太古冥想法虽是长期修炼的功法，可初次掌握，楚风还是额外获得了好处。楚风之前因为事情太多，没机会运用，而现在倒是楚风来确定他从太古冥想法所得之好处是否达到预期的时候了。楚风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中，刚刚进来，一股磅礴的吸力便笼罩住了楚风。在那吸力之下，楚风的精神力在快速的被吞噬。那吸力来自一把剑，修罗剑。这把剑乃楚风在神迹传承的所得。根据蛋蛋所说，在修罗灵界有着3把剑，因有无上威能而被誉为最强之剑，其中一把便是修罗剑。但修罗剑太过强大，蛋蛋也从未真正的见过，所以不确定楚风所得这把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可就非同小可了。之前蛋蛋还尝试驾驭此剑，但却遭到了此剑的抗拒，靠近都难了。至于楚风，只要楚风的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这把修罗剑便会疯狂地吞噬楚风的精神力。以他吞噬的速度，要不了多久，楚风便会因精力耗尽而亡。所以自从修罗建立于界灵空间之内，楚风轻易都不敢进入自己的界灵空间了，就算进来也不敢久留，因为后面楚风曾多次尝试进入界灵空间，但无一例外都难以抵挡这修罗剑的吞噬。不过这一次，楚风乃是有备而来。只见楚风捏动法诀，那修罗剑吞噬精神力的速度便开始变慢了。不是吞噬速度变慢，而是楚风的精神力被他消化的速度变慢了。这便是太古冥想法的好处。楚风通过太古冥想法，可以对自己精神力的构造进行改变。说的简单一点，这种改变对楚风布阵没有任何好处，但却会让精神力变成一种难以消化的存在。若是有物体吞噬它，将会很难被吞噬。就比如这修罗剑，在修罗剑吞噬减缓之后，楚风则是赶忙来到那道大门之前。那道大门之内乃是修罗大军，只是这道大门已经被封印了起来，而破开封印的方法就藏匿在这大门之上。楚风动用天眼认真观察，而在修炼了太古冥想法之后，楚风的精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虽然没能让楚风境界得到突破，可却让楚风获得了诸多好处。就比如天眼，楚风此时的天眼比之前的观察力强大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楚风很快便有了收获。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杀戮天王前辈不会无缘无故设下这种禁制。楚风内心狂喜，他已经洞穿了那封锁修罗大军之大门上的秘密。首先，修罗大军来本是杀戮天王的手下，能够召唤如此庞大的修罗界灵为自己所用，是因为杀戮天王掌握着一种名为神之契约的手段。虽然后来楚风通过杀戮天王留下的考验，使得这修罗大军为楚风所用，但神之契约的限制却一直在束缚着修罗大军。楚风无论是召唤修罗大军，还是借用了他们的力量，都是有次数限制的。达到次数限制之后，这道大门便会关闭，那图案化作门锁，哪怕是在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可楚风却也要与修罗大军相隔。莫说借用他们力量，连沟通都是不行了。但楚风早就料到杀戮天王不会无缘无故设下这个禁制，现在楚风更加确定了这一点。那道门不仅仅有神之契约的束缚，本身更是一件特殊且蕴藏了极为强大力量的宝物。杀戮天王看似将修罗大军遗弃，实际上这么多年的淬炼早就让他们与这件宝物融为一体，只要掌握者足够强大，就能让修罗大军从这宝物内获取强大的力量。而楚风就是这个掌控者，只要楚风能够参透奥秘，并且能够开启此门，不仅可以打开大门，更是能够帮助修罗大军的力量增强。经过一番观察，楚风也是完全悟得了此门的奥秘。正常来说，这个奥秘至少也要楚风成为神袍巅峰才能领悟，因为催动这件宝物本身消耗也是不小。可是楚风在修炼了太古冥想法之后，再加上自身精神力本就强大，现在楚风就可以催动这件宝物，尝试开启。杀戮天王前辈，虽然从未见过你，但真心感谢您留下的这件宝物，我定不会辜负您的一片心血，我会一步一步的让修罗大军恢复到他们本该到达的高度。此话说完，楚风便捏动法诀，随后磅礴的精神力自楚风体内涌出，以特定的轨迹进入那道大门之中，开启此门。考验的不是精神力的强弱，而是对精神力的掌控力，因为哪怕领悟方法，但若没有足够的掌控力，也无法开启此门。但楚风对精神力的掌控力本就不俗，在太古冥想法的加持下，已是变得更强。他有自信能让修罗大军重见天日。可很快，楚风注意到那把修罗剑轻微的颤动了3下，可就是这样不易察觉的变化，却让楚风赶忙停止催动那道大门，而是谨慎地盯着修罗剑。猛然间，修罗剑的吸力发生变化，楚风的精神力被其快速的吞噬。哪怕楚风的精神力已经被改造了，可修罗剑此时吞噬的速度仍是恢复到了最初的恐怖程度。不妙！楚风眉头微皱，陷入两难之地。但很快，楚风目露决意，将目光投向了那道大门，开始全力释放精神力去开启那道大门。尽管修罗剑在疯狂吞噬楚风精神力，而催动那道大门消耗的精神力也同样非同恐怖。这样下去，只要稍有不慎，楚风将有生命危险。可楚风在不知该如何应对修罗剑的情况下，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冒险开启。好在楚风全力催动之下，很快那道大门上的图案便有了反应。成了，楚风做到了，只要楚风愿意，现在这道大门便可以打开，修罗大军将得以重见天日。可楚风没有立即打开大门，而是法诀变化，继续释放精神力融入大门之中。眼下是一次机会，让修罗大军实力增强的机会，只要楚风愿意，便可以继续开启。虽然开启第2重会第1重难，可只要做到，修罗大军提升的将更多。但若是现在打开大门与修罗大军见面，这一次的开启也将到此为止，只能等待下次大门锁上才能继续开启了。可恶，这该死的修罗剑真是碍事，若不是他，我定能再度开启1重。楚风有些不甘，下意识的便咒骂出声。本来他是能够开启2重的，可就是因为修罗剑对精神力的吞噬，使得他难以完成这件事了。不是他不行，纯粹因为修罗剑在碍事，这感觉。可楚风此话说完，忽然神色一僵，不由看向修罗剑。他惊愕的发现，修罗剑竟停止吞噬自己的精神力了。什么意思？难道他听得懂？楚风不解的看向修罗剑。就在楚风不解之际，那修罗剑微微一颤，随后的一声，磅礴的精神力自修罗剑内喷涌而出，直奔楚风而来。那精神力正是刚刚楚风被修罗剑吞噬走的精神力，所以很是顺利的便回到楚风体内，没有任何排斥，但也只是回到体内，没有其他特别之感。这让楚风更加不解了，一时之间没明白这修罗剑的意思。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竟自修罗剑内传来：装什么装？来来来，让本王瞧瞧你能否继续开启，若是不能，本王就吃了你。那个声音似是男孩，但又似是女孩，连楚风都难以分清，但很是稚嫩，奶凶奶凶的。此剑开口，楚风则是大喜，这可是修罗剑啊，以他展现的力量，哪怕是赝品，日后也绝对会有大用。但楚风的喜悦却并未表现出来，而是问道：怎么，你也看得懂？笑话，本王什么没见过，会看不懂这种小阵法？修罗剑不屑，更不耐烦，少废话，立刻开启第2重，若做不到，吃了你。那我若是开启了第2重呢？楚风问。到底开不开？不开，现在吃了你。修罗剑此话说完，剑神微微颤动，黑焰只是浮现一点，可楚风却感受到了足以抹杀自己的力量。开！楚风不敢怠慢，赶忙再度催动体内的精神力，涌入那道大门的阵法之中。很快，那大门上的阵法光芒闪烁，力量明显比刚刚更强，就连整道大门都被光芒覆盖。第2重已是成功开启，但哪怕如此，楚风也仍然没有开启此门，而是看向修罗剑。怎讲？楚风问。有本事再开1重。修罗剑道。好处呢？还只是不吃我。楚风问。若能做到，不再吃你精神力，但若做不到，本王依旧吃了你。修罗剑道。
楚风淡淡一笑，一言为定。话落，楚风继续法诀变化，磅礴的精神力继续冲击那道大门。但是很快，楚风的脸色变得难看。他的精神力虽然异于常人，较为磅礴，可终究并非无穷无尽。如若不然，之前便不会惧怕着修罗剑吞噬自己的精神力了。楚风已达极限，可他仍在坚持。此行此举，于旁人来看，无异于是在刀尖之上起舞，要么惊为天人，要么命运于此。但于楚风来看，他可不是以命相搏，而是运筹帷幄。忽然，楚风大喝一声，一股异常磅礴的精神力释放而出后，楚风体内的精神力便不再释放。此刻，楚风也虚弱不已，直接半跪在了地上，但目光却一直盯着那道大门以及最后的精神力。尽管汗如雨下，身体也瑟瑟发抖，可捏出法诀的手掌却依旧稳如泰山。只见在楚风的催动之下，那最后的精神力宛如蛟龙入海。当他彻底融入大门之后，大门之上也是掀起轩然大波，更为强大的光芒与力量于阵法浮现，普照八方。楚风成了。见此一幕，楚风嘴角露出笑容，旋即看向修罗剑。看来我终于又能随时随地的回到我的界灵空间了。表现还行，但也只是还行。修罗剑道，哪怕还行，也说明不错。可否问你一件事？楚风问。说。修罗剑道，你既来自修罗灵界，必然见多识广，你可知如何能医治我的好友？楚风问道。楚风所指自然是蛋蛋，虽然大概知道医治蛋蛋方法，可楚风心中仍然没底。这把修罗剑给楚风的感觉神通广大，也许他知道准确方法。你看不到本王是什么吗？本王只是区区一把剑，剑为何用？剑为杀人。你居然指望一把剑帮你救人？你脑子被驴踢过呀？修罗剑忽然骂道。但楚风也不气，而是说道，可蛋蛋说过，你不是寻常之剑，你乃修罗灵界最强之剑，少拍马屁，你的娘子你自己救，别指望本王。修罗剑道，你说的很对，确实应该我自己想办法。那你也说了，你是一把剑，剑不是救人的，而是杀人的，那你能为我所用吗？楚风问。哟，这么耐不住性子，现在便想让本王为你所用，小东西，你觉得你配吗？修罗剑这句话压迫十足，可楚风却面不改色。我若不配，便无人配。哟，这么自信，那你来试试。修罗剑此话带笑，不怀好意，可楚风却话都未说，快步走到修罗剑近前，伸出手掌，直接抓向修罗剑的剑柄。试试便试试。楚风本来就有此意，可手掌刚刚握住修罗剑，顿时天地一颤，随后黑焰释放，充斥整个修罗空间。那不是威压，而是杀意，极其恐怖的杀意。那恐怖的杀意正疯狂地向楚风体内涌入。通过此杀意，楚风能感受到死在此剑之下的亡魂数量。此剑之下的亡魂简直超乎想象，不能以人数来计算，而是应该以世界甚至星域来计算。曾有无数星域所汇集的生命死于此剑之下，这便是此剑的杀戮。这杀意能扰乱心神，可勾起楚风的杀意，大有让楚风走火入魔之势。楚风也是大惊，但他惊的不是此杀意扰乱心智，而是他能感觉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此剑似乎之初过一次，只是一剑便抹杀这多的生命，这真的超乎想象。按照楚风的认知来看，这一剑必然是剑气覆盖亿万里，只是一剑便洞穿了一道天河，剑气所过之处，无数星域化为灰烬，否则怎能一剑斩杀如之多的生命？此剑多半不是赝品，而是真品，否则怎会如此可怕？但震惊过后，楚风狂喜，如此兵器就算不能发挥其真正威能，但也足以傲视群雄。世间无价之宝数不胜数，但在此剑面前皆将黯然失色，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真正的无上之宝。难怪此剑自称为王，他有这个资格。狂喜之下，楚风也在与杀意对抗，而这种对抗持续了片刻之后，杀意便开始停止入侵楚风体内。楚风再看，界灵空间已恢复原状，所有杀意都被收回于此剑之内。有点本领，但也不多，莫要猖狂，因为你还差得远呢。修罗剑再度开口，语气依旧傲娇，我自知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你能否指条明路？楚风问。他是想打探如何才能驾驭此剑，但修罗剑没有回答。楚风又接连询问，可修罗剑依旧没有回答。楚风明白这把剑是要装死了，于是楚风尝试挥动此剑，却发现根本挥不动，此剑就飘于面前，但楚风难以撼动分毫，看来还真是差得远。楚风自嘲一笑，旋即便也放开，毕竟这也正常，此剑威能毁天灭地，怎可能会这么容易为楚风所用呢？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那道封锁住修罗大军的大门，只见楚风法诀捏动，那道大门便剧烈颤动起来，随后大门阵法内的光芒宛如滔天巨浪疯狂涌动，光芒正在流逝，但流逝的方向不是楚风这一边，而是大门的另一侧，直到光芒彻底消散，大门才恢复平静。但同时锁住大门的阵法也早已恢复开启状态，于是法诀变化，高喝一声开，下一刻界灵空间都随之震颤，而那道大门也是缓缓开启。大门开启，千万身影映入楚风眼帘，修罗大军终是再度相见。修罗王奎廷，修罗大军顶尖强者云良、翔吉等楚风熟悉的脸孔皆是浮现于楚风眼前，但相比于以往，他们又有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的修为都有了提升，并且这提升还不小。翔吉与云良等顶尖强者在与楚风缔结契约前是6品半神，缔结契约后修为倒退，变成了3品半神，而如今修为已是达到了8品半神。至于修罗王，与楚风缔约契约前是7品半神，缔结契约后修为倒退到了4品半神，可现在修罗王的修为已是达到了9品半神，是真正的半神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踏入真神境，这是他们从未达到过的修为，而这样的提升就是在刚刚短短的一瞬间而已。所以无论修罗王还是其他界灵，
他们此时的脸上都是充斥着无尽的迷茫与不解。诸位前辈，好久不见。伴随楚风的这道声音，修罗王等人也注意到了楚风。相比于自己的迷茫，楚风的脸上却并没有丝毫惊讶，只有喜悦。这让修罗王意识到此事缘由，楚风应该知晓。拜见楚风大人。但修罗王并未立即询问，而是率领千万修罗大军，对着楚风施以跪拜大礼。免了。楚风赶忙跨过这道门，踏入其中，亲手搀扶起了修罗王。楚风大人，我们的修为。修罗王看向楚风，眼神尽是对真相的渴望。与这大门有关。楚风指向那道大门，旋即便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修罗王等人。楚风大人，所以我们这修为是真实的，这不是梦，我们真的有了如此大的提升。众位修罗界灵纷纷问道。当然，这就是你们货真价实的修为，不会再倒退。楚风说道。哇！楚风此话一出，修罗大军陷入疯狂。毕竟他们提升修为的可不只是修罗王以及云良大人、祥吉大人等人，而是整体提升。就比如之前这千万修罗大军之中，大部分都是武尊境，而武尊巅峰有近100万，半神境则是更少，近万。而现在半神境已有100万，而武尊巅峰竟是这千万修罗大军之中垫底的了。这便是他们的变化，直接且强大。楚风大人。可忽然，祥吉大人又跪在了楚风面前，不仅跪下了，竟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脸上尽是惭愧。起初对于祥吉此举，众位修罗界灵也是不解，直到他开口之后，众人才反应过来，老夫之前修炼那么多年，才将修为从3品半神提升到了6品半神，可跟随楚风大人还不到1年时间，便到达了8品半神，而老夫之前居然还不识好歹，质疑楚风大人，老夫真是罪该万死啊！祥吉此话一出，其他修罗界灵也是纷纷跪下，许多修罗界灵脸上都涌现出惭愧。当初得知要跟随楚风，并且只要缔结契约，修为还会倒退之后，他们之中也有很多界灵是害怕的、抗拒的。若不是修罗王率先与楚风缔结契约，他们之中必然有一些会选择拒绝。说白了，楚风太弱，哪怕他们不说，其实也是心怀质疑。可现在他们才知道，楚风蕴藏着怎样的潜能，他们乃是鼠目寸光。幸亏修罗王与云良大人慧眼识珠，若不然，他们将错过楚风这位强大的主人。想到这里，怎能不愧？诸位前辈，快请起。楚风道。可那些跪下的界灵却并不肯起，他们真是惭愧，越想越惭愧。怎么不认我这个主子了？连我的话都不听？楚风眉头微皱，听闻此话，那些界灵才赶忙起身，且解释道：楚风大人，您千万别这样想，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楚风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是笑着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解释。当初缔结契约之时，你们之中那么多人强于我楚风，却还愿为我所用，这份信任，我楚风记得。我楚风当日便也说过，我不仅会让你们恢复修为，也会让你们修为提升，这也是我楚风应该做的事。楚风说道。是，楚风大人说过，楚风大人说的是100年之内让我们恢复修为，可这还不到1年时间，我们不仅恢复修为，反而有了如此大的提升，看来楚风大人还是谦虚了。云良大人笑道。楚风大人万岁！其他修罗界灵喜笑颜开的同时，纷纷以他们的方式向楚风表示感谢。其实诸位不用如此谢我楚风的功劳只是一点点，真正的功劳还是杀戮天王。楚风说话间，看向那道大门，此门本身便是至宝，也是这些修罗界灵神之契约的一部分，甚至楚风觉得他们的修为看似进展慢，实则可能是被神之契约吞噬了，现在不过是将他们自己修炼的修为还给他们而已。楚风也不知道杀戮天王为何这样做，但总之这件事的确是让楚风获益了。看着那道门，修罗大军也是陷入沉默。杀戮天王曾经的主人，他们岂会忘？楚风大人，不管如何，老夫的修为是在跟随你之后提升的，老夫自然感恩大人你。祥吉说道。随后其他修罗大军也是纷纷表态，此次修为提升较大，修罗大军的情绪都很高涨。可忽然修罗王开口了。楚风大人，这一次我们被您召唤，还有次数限制吗？他此话一出，修罗大军立刻安静下来，刚刚沉浸于喜悦。修罗王此话一出，他们也才反应过来，肯定还是有限制的，只这次的限制是几次，要在我使用你们的力量之后才会有所反馈，但有利有弊。当这大门再度关闭之时，虽一定时间内不能借用你们的力量，可也是机会的到来。楚风说道。楚风大人，你是说下一次你还能开启此门，我们的修为还会提升？修罗王问。对，但也没那么简单，我这一次开启连续开启3重，我能感觉到第4重很难开启，我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顿悟。楚风道。那这样说来，有楚风大人在，我们的修为岂不是能无限提升？修罗大军纷纷问道。他们很是激动，直接无视了楚风后面的话，只记住了那个对字，这能够提升你们修为的门内阵法定有极限，只是还不知道此物的极限是何时。但诸位放心，就算此物有极限，你们也不会有极限，只要我楚风在，就不会让你们的修为停滞不前。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面带笑意，尤其最后一句则是自信满满。楚风大人万岁！楚风大人万岁！下一刻，修罗大军再度振臂高呼，他们对楚风已是深信不疑。别胡说，楚风大人岂是只能万岁？楚风大人当与天同齐。修罗王大声纠正道，但他却也是满面笑容，同时眯着的双眼却是微光闪闪，表现的虽不明显，可他的激动不弱于任何一位修罗界灵。他知道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他们跟对主人了。回庭大人，您距离真神境差的可多？楚风对修罗王问。还有一些距离，但差的不多。修罗王道。将这个吞噬试试。楚风说话间，将自己积攒的本源转移到界灵空间之内，原本是想留给蛋蛋和雨莎的，但雨莎迟迟没有苏醒，蛋蛋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与其留着，还不如先给修罗王，万一他能突破真神，那对楚风而言帮助极大。
楚风大人，这看到楚风递过来的本源，修罗王有些迟疑。这本源之中，可是还包含真神境强者的，价值极高。修罗王刚刚拜楚风所赐，才踏入半神巅峰，现在又给他这么珍贵的本源，他有些不好意思。你若变强，我也受益。楚风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想法，属下明白了。修罗王不再迟疑，将本源接过后，又道：不过楚风大人，您以后别再称我们为大人了，我们是您的属下，咱们没那么多规矩，怎么舒服怎么叫，完全可以各论各的。倒是这本源，你感觉如何？楚风问道。本源太强，属下需要时间炼化，才能将其力量最大发挥。修罗王道。那奎廷大人慢慢炼化，不急。楚风说完，便离开了此地。楚风离开后，修罗大军凑到修罗王面前，大人，咱们被这大门封住的时间也不长，楚风大人的修为竟有了这么大的增进，这修炼速度比杀戮天王大人的修炼速度还快啊！祥吉说道。根据杀戮大人所讲，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可没有楚风大人的修为，而楚风大人绝非昙花一现，其日后成就同要在杀戮大人之上。修罗王道。听闻此话，修罗大军越发兴奋起来。若是之前修罗王说这话，他们不信，但是现在他们信了。楚风将意识投射回本体后，也没有去过多想修罗剑的事。修罗剑再强，若不能为自己所用，那也没有意义。至于修罗大军，虽是楚风当下的依仗，但因那道门的存在，除非逼不得已，也不能轻易使用。楚风还是需要提升自己修为。太古冥想法可锻炼其精神力，也可增强精神力，长期修炼对结界之术将有提升。与此同时，宫楚风等人临时修炼的宫殿群外，有着一座浮空战船。这艘战船不是很大，通体古铜色，不是多么豪华，但做工却非常精致。虽挂着七界圣府的旗帜，实际上却是远古时期的宝物。战船没有任何守卫，但甲板上却跪着2个圣级长老，面朝战船的一座小型宫殿。世界清河与界镇符，他们刚刚讲述了入府试炼的事情，当然主要讲述了楚风与复兴的经历。退下吧。里面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乃是七界圣府府主。但界清河长老却并未离开，而是问道：府主大人，那接下来的试炼？一道卷轴从殿内飞掠而出，清河长老接过，二人打开一看，那乃是七界圣府府主对接下来入府试炼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2位圣级长老也颇为欣喜，旋即施以一礼后，便立刻离开。宫殿内，七界圣府府主端坐于主位，但右手却摆弄着一个球体，球体内流动着7种颜色的液体，乃七界圣府府主在神之时代裂缝内所得。这个楚风越发让老夫意外了，第一次踏入9天密德，竟能做到这种程度。也许神之时代的预言真的会成真。楚风，就让老夫看看你能否如预言一般，帮老夫除掉这个心结。七界圣府府主的脸上有着一抹期待。按照之前所说，此次实战考核，按照印记顺序，排名靠前的10人将进入七界圣府。但因为此行，楚风保护了太多人，七界圣府觉得不够公平，所以除了楚风与复兴之外，其他人都要再考核一次。只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能够进入七界圣府的10人扩充到了100人，而这补考的地方乃是七界圣府的总府。这个消息让许多参加入府试炼的人感到振奋。先不说七界圣府的总府乃是他们心中界灵师的最向往的地方，并且入府试炼的名额也增加了90个，他们也都多了一些机会。但同时他们也基本认可了一点，此次入府试炼的第1名就是在楚风与复兴之间产生，并且楚风的机会更大。途中楚风一直在修炼太古冥想法，也没有人来打扰他，直到战船从传送隧道走出，所有人都变得兴奋起来，楚风才从自己休息的寝宫走出。他们已经来到了七界圣府的总府。楚风向外观望，外面乃是茫茫云海，但这里的云海与其他地方不同，云层更厚重，翻滚的频率更快，就像是真正的海洋一般。很快，自远处一道覆盖天地的结界墙壁映入眼帘，穿过大门，浮现在眼前的便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这里的建筑布局与金碧辉煌无关，但却更显壮阔，明显是精心设计过的。在界灵师来看，简直登峰造极。但很快，楚风神色变化，于是将目光望向了自己的手掌，那只手乃是留下过界灵仙王印记的手掌。随后，楚风闭上了眼眸，用心感悟。片刻后，嘴角难言笑意。原来如此，楚风感受到了一个之前从未感受到过的信息，而这个信息让楚风对七界圣府之行信心倍增。七界圣府总府除了大气磅礴、威严壮观的外表外，守卫也是极为森严，到处可见七界圣府的守卫。他们手持结界兵刃，身着统一的界灵长袍，身骑结界坐骑，并排于空中飞行巡查。但守卫只是其一，这里还遍布结界阵法，虽然很是隐秘，可楚风还是能够窥探1、2。但外面那贯穿天地的结界高墙极为坚固，哪怕真神巅峰与真龙巅峰都难以破坏。想进入七界圣府，堪比登天。有如此结界守护之下，七界圣府内部还是不有这么多的守卫，可见七界圣府的防御强度是多么的密不透风。难怪七界圣府被誉为浩瀚修武界最难攻破的堡垒。今日一见，果然利奥的众位小辈纷纷感叹，哪怕明明都是见多识广之辈，可来到这里，一个个的却像是土包子进城一样，满眼都是好奇。而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其实七界圣府内部以前没有这么多守卫，因为他们很自信外面那层防御结界。这道暗中传音并非是复兴，而是萧月月。楚风知道萧月月虽然隐于人群，但却一直在观察楚风，现在主动与自己说话，看样子已经不计前嫌了。那为何让他们改变？楚风以暗中传音询问。多年之前，七界圣府发生过一件惨案，至今没有抓到凶手。萧月月道：惨案在七界圣府总府之内。楚风问：对，就是七界圣府总府之内。一夜之间，七界圣府1000万个家庭被灭门。
萧月月道：千万。楚风诧异，毕竟千万个家庭可不是千万个人，千万个家庭被灭，死掉的人最起码也是几千万人，甚至可能几亿人。对，并且那些家庭都有一个特点。萧月月又道：什么特点？楚风问。家中都有一个未满1岁的婴儿。萧月月道：婴儿也死了。楚风问。准确来说是失踪了，但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活着吧？萧月月道：可知是何人所为？楚风问。不知，什么线索都查不到。萧月月道：难怪。楚风明白为何守卫如此森严了，但旋即又问：可知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说来也巧，就是介冉清从9天密的回来没有多久。不过当然，这两者没有任何关联，我就只是跟你讲述一下那惨案发生的时间。萧月月道。楚风想了一下，也觉得二者没有关联。楚风，这件事关乎7届圣府的颜面，你可不要去问，不然就算你天赋再好，也可能会惹恼了7届圣府的人。萧月月道：我懂。楚风自然知道这件事不能去询问，于是笑着说道：你不生气了？我又不是小气的人。萧月月道：萧姑娘，你之前到底为何那么敌视楚珊珊？楚风实在好奇。楚风9天密的之行，原本最先与萧月月联盟，但只因楚珊珊和楚风搭了句话，萧月月忽然大怒，甚至想直接杀了楚珊珊。可在楚风看来，萧月月不像那么不讲理的人，觉得必有隐情。我只是不喜欢这种人族的妖艳贱货。我父亲当年本来很疼爱我娘亲，后面就是被人族的妖艳贱货勾引，后面更是害死了我娘，就连我也险些被那个贱人害死。不过我也感谢你出手拦下了我，因为后面接触，我感觉楚珊珊与那贱人还是有很大区别，是我当时冲动了，险些滥杀无辜。提及此事，萧月月也是有些歉意，但不是对楚风，而是对楚珊珊。至于楚风，也沉默了。他没想到萧月月还有这样不幸的经历，也难怪忽然那般。待楚风与萧月月暗中交谈之际，浮空战船已是落在了一处停泊之地。随后楚风等人便被7届圣府的人各自带往了休息的地方。至于楚风，则是由清河长老亲自送到了一座宫殿之中。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花园，就只是宫殿群中的一座宫殿，但根据清河长老所说，这已是较高规格的待遇了。只有他和复兴是这个待遇，其他参加入府试炼的人可没这么好的地方住。楚风小友若是出门就拿着这块令牌，不然是会被拦下来的。清河长老说话间，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那上面写着上宾2字，这也是特殊待遇。楚风问：当然，这么多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乱跑。清河长老笑道：长老大人，排名何时宣布？楚风问：其实无需宣布，你就是第一。清河长老笑着说道：不过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已经定下了。楚风问：对，不过还是要宣布排名当日才会为你颁发圣级宝物，你再等等。清河长老道：有劳清河长老。楚风道：不必客气，以后都是自家人了，你好好休息。清河长老此话说完便离开了此地，只剩下楚风一个人站在宫殿门口。其实来到7届圣府，楚风的内心也是颇为复杂，连修炼的心思都没有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多半就被关押在这里，只是具体是什么的方楚风并不知道。楚风尝试用天眼观察，却发现7届圣府的所有建筑都有强大的隔绝结界，楚风连随便一座普通建筑都看不穿，就别说找到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了。况且楚风能够感觉到，这里只是7届圣府的最外围，并不是7届圣府的主城区，外围已是如此，主城区必然更加利奥的。虽说对7届圣府关押自己母亲一事，楚风十分痛恨，却也不得不承认7届圣府的确强大。可哪怕明知自己现在还没能力解救自己母亲，但楚风还是站在这里观望许久。7届圣府这个他最憎恶的地方，之前可没有想到他会以这样一种姿态这里。忽然楚风目光变化，他发现了一队人马，那些人虽然已经不是小辈，但从气息来看，他们年龄都不是很大，普遍都是200岁到300岁之间。他们皆是7届圣府的人，但他们穿着的衣服却有些特别，没有穿戒灵长袍，而是身穿银色铠甲，身后披着的斗篷，那个穿着宛如将士一般，但他们好像是朝着自己的方向过来的。